马上就要进冰封小屋了，我心里有点不安吧。就是最近感觉苏苏的状态都不是那么活跃积极，明显感觉到啊，那有些事儿是我不知道的。不管是这个我跟苏苏见面之后的事情，还是我来到小屋之前的事情，那一定是发生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点，我有点紧张了。哦，他看苏苏，他主动选择看苏苏，这个没问题。苏小花同学，下次不要再弄掉了哟。别人给他写的纸条吧。Hello， 你好呀，欢迎来到我的小小世界。就从这张小小的纸条开始进入吧。这是我第3段感情留下的小纸条。我们第1天认识的时候，我洗手后丢掉的戒指被他捡到了。他把戒指还给我的时候，里边就放了这张小纸条。一直留着这张小纸条，是因为想告诉自己，不要再丢东西了，更不要再丢下自己。因为这段感情让我迷失过一段自己，会把工作和自我价值全部都抛之脑后。但是热恋期过了，对方逐渐冷淡的态度以及一些表达吧，让我意识到女生要有自己的事业，不然差距会很大，也很难同频。我迷茫了很久，最终决定辞掉歌舞团的工作，孤身一人来到杭州。刚到杭州那半年，我很努力，拼尽全力抓住每一个机会。我每天8、9点起床工作，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尤其是带了2个团队后，更是不敢停下来，几乎是全年无休的一个工作状态。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好好的吃一顿饭。我知道这样子的状态不对，但来不及细想就要开始下一项工作了，已经完全没有了生活，只能见缝插针的活着。看到身边的朋友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我很向往，希望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欣赏和心疼吧，一个是之前那个人对他影响非常大，在他心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吧。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一个女生孤身一人在他乡去闯荡拼事业，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儿。Hello， 我是金明。我希望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安心。最后，谢谢你听我讲了这么久。我是于敬阳，一个平平淡淡但却从不停止前进脚步的男同学。我们要勇敢地去追求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Hello。Hello。哎呀，哎呦，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挺刻骨铭心的。后悔吗？后悔什么？就
是因为一个可能没有在一起的人改变了这么多，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肯定不后悔呀，我觉得非常感谢。对，挺好的。你说那个感受，有一部分我是能体会得到。虽然没有在你走过的路上走一遍。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而且自己做事也挺辛苦的。怎么今天那么深沉？因为我在思考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些什么。怎么我就跟你相处给你这么大压力吗？没有啊，我跟你相处已经是很放松的那种。只不过，确实可能时间啊或者出场顺序会比较重要吧。今天我选择看的是那个王震的小片儿。老王。对。你意外吗？我意外，但我觉得也正常。为什么呢？但我平时我想想啊，老王，因为我来比较晚，我不太清楚你们前几天发生的是什么。就其实也没有发生特别多吧，就我们俩有单独约会过一次，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点我会觉得很像，然后So far from who I was, from who I love, from who I want to be. 我可能觉得我需要找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然后经历过很多，我可能会更喜欢稍微跳脱一点，没有那么循规蹈矩的。因为之前也没聊过这些话题嘛，包括我们只是会聊一些我有没有看你朋友圈啊这样子嘛。最难过的这一关感觉过去了。我应该要说清楚。所以你心里有负担吗？这两天？就你会觉得我约你，但是你其实对老王可能更感兴趣。
感情嘛，它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左右得了的。再有一个就是，如果他对老王有好感的话，他早点告诉我，我就可以不去占用那么多他的时间，那他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跟老王单独接触。我会觉得可能，自己耽误了人家的时间吧。哎，很高兴认识你。你滑得很好啊，接会儿吧。又高又帅的型男。好球，他比我打得好啊。我第一下摔的膝盖才疼。那我把膝盖给你。没。献上我的膝盖。你脸怎么样了？很冷。我把我的围脖给你，我把我的屁垫给你吧。这儿疼吗？感动他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会比较短暂的，会和喜欢有一点点区别。那如果21天过去了，你突然发现，你一直约会的对象可能不是你所合适的。我就基本自始至终都比较一致。如果我选的话，就肯定是会最有感觉的女生吧。虽然讲出来对他有一些抱歉，但是不讲的话就会更加伤害他。洋洋他就是对我很照顾、很关心、很帮助，但是就是给我的感觉会是感动。祝你后边一切顺利，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有情人终成眷属，好难过哦，这话。啊，这是告别了吗？像是告别了啊。哦，断电了吗？灯都没了。咱们还走吗？继续往前。走吧。走。哇，好巧啊，灯都灭了，就都暗了。一路沉默着。好难啊！好难啊！为啥呀？允许一切发生啊！我仍然对苏苏有好感。如果你对一个人有好感的话，那你就去大胆的去表达。然后，如果那对方对你不感兴趣或者不喜欢你的话，那至少你试过了，好感就保留，就继续保留就好了。爱和缘分这个事儿，它一定是有一定的这种天意在吧？我们要勇敢的去追求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爱自有天意。唉，
洋洋真的挺好的，好阳光呀。真的特别好，允许一切发生。在去长白山之前，其实也想找机会单独的去跟他聊一下，起码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我觉得是要有始有终，有个交代吧。他是指王震吗？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了王震的，王震就必须要看他的。哦，哎呀，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加油！你好，我是王震，感谢你来倾听我的故事。我也很多年没有这样正式的去谈一下自己的情感，那希望在你听了之后，有点小紧张，终于有机会单独的去把这么多天想聊的跟他讲清楚了。你猜到我会看你的故事吗？没猜到，受宠若惊。就是还一直想找机会，可能单独跟你聊聊的吧，就可能也没有太多机会。虽然我们有单独约一次会，但是认识的第2天，就也没有聊得很深入。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应该没有看过我朋友圈，看过吗？当天的时候看了。看了那一次应该。对，猜到了。是吗？大概率是这样子的，不然怎么应该也有点小小回应吧？因为我后边发的很多朋友圈应该都是给你发的。漂亮，很震惊，看到没有？我还蛮惊讶的，他说他一直在看我朋友圈。然后其实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可能你戴了眼镜，就完全不在我的取向范围之内。因为我之前唯一有一个接受不了的点就是男生戴眼镜，所以我第一天发的朋友圈是意料之外。对，就可能第一次约会完了会觉得有一些共同点吧，然后一些情绪也能被接住的感觉。给我的感觉，我会觉得想了解的更多一点嘛，但后边就没有太多机会了吧？后边就没有太多机会了。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对，就心意也是相对比较确认了，对吧？就包括可能在网球场，就一些互动，可能也会比较明显。我想一想还有什么想说的时候。对。你看完我故事应该没什么感想吧？因为你本来也没选择看我故事，是吧？对，我选的是别人，我选的 Pam。就大家都是经历过这个长时间的感情的之后的人，可能对人生观和爱情观可能体会过很深的人，我觉得可能才会去了解我的感受的那种状态。I don't think this world is made for me. 我觉得背负一个人的喜欢是很幸运的，但是你不能回馈的时候，那就最好就大家要讲清楚，能让大家往前走。其实今天聊这些，其实也不是说想怎么样，就是觉得时间过去这么多天了，然后既然来都来了，就想把
这么多天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就是说出来吧。挺好的，我觉得。然后就希望你不要有任何压力，就跟着你继续的节奏，自己的节奏继续走下去就好了。我没有压力。好的。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样挺好的啊，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去走。行吧，剩下的时间大家加油。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觉得我该讲的差不多吧。好吧。感谢今天听我的故事。好的，也感谢你被动的听了我的故事。那我感谢。感谢。把这么多天想聊的跟他讲清楚了，我觉得是我给了自己一个交代了。然后我也可以像导航里说的，就是选择合适的位置，及时掉头。哎呀，我今天也太勇敢了吧！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救命挺好吧，我觉得。感谢勇敢的华姐。不客气。你觉得他释放了吗？就是对吧？但我觉得他越笑我越难过。是，但他也石头也落下了。哎呀，刚刚有几个点特别戳到我，其中一个是苏苏跟静阳在那边相对无言，我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所谓半熟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年龄的人的一种状态，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不出来那么多话，告诉你为什么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为什么爱了，为什么没有动心，有的时候就是讲不出来了，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虽然觉得看起来就很心疼，可是我就觉得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吧。就是他们最后他跟静阳一起走的那段雪路，那段话就感觉特别一语双关，就是灯都黑了，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吗？走吧。而且我觉得静阳说的特别好，允许一切发生。我觉得太好了，他可以继续对他有好感，而且这个好感也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对。然后苏苏也可以继续的喜欢王震，那谁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呢？就允许一切发生。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特别好。我还看到了一个点，就是苏苏问王震，你是不是看了别人的冰封故事？然后王震也是1秒都没有犹豫的，就马上告诉他，我看的是潘梅拉的。就这种坚定，又是让我又特感动。而且愿意去告诉他，当这个情感没有往下走的余地的话，我要告诉别人，这样才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王震就是这样的人。其实苏苏跟王震在今天晚上做了同一件事情。对，就是王震刚才说的，被一个人喜欢当然很好，但是背负着这个喜欢不能回应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先说清楚。是的。这场谈话等了多久啊？对呀，苏苏啊，一直等着。我刚刚觉得特别难受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苏苏全程就一直在笑。然后他一笑吧，我就特别想哭。他越笑越想哭。他一跟他说你应该没看我朋友圈吧，不然你怎么着应该给我一点回应，哈哈哈。对，而且他老是这样问，他说你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朋友圈吧？看了没看？就是他每一次都会有一个看过吗？他在确定，对，他否定，但他同时又期待，他又怀有希望，就是好几次这种一个反问，我就觉得啊，好心碎哦。对，然后他还问那个王震说：“你今天肯定没有想选择看我。”他就咳了一下，就是因为他肯定想哭，他的控制，就他一边笑一边控制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难过。难过的事情是这样的，这是苏苏第一次跟王震告白，但也是最后一次。是，但对于苏苏来说，已经是成长了一大步了。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说真的很难，对他来说很难。杜老师从这期开始就在说苏苏的事儿，现在看到他终于迈出这一步了。对，所以我觉得苏苏的幸福可以期待了。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手术，他已经做了。走出这一步以后，他有可能真正正式的去看洋洋了。刚才我们都特伤心，觉得他2个人在那个黑地里走，觉得洋洋和苏苏可能是一个结局，但是也有可能是开始哦。对，是的。谢谢老师总给我们希望，不然都要哭了，看得太绝望。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在那个温泉的时候，好像苏苏就表达过说，对于洋洋无微不至的这种照料，他是很感动的。那老师还有大家觉得，就这种感动有可能变成心动吗？感动和感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说我对苏苏可能更有期待了？就有些感动是被唤醒的发现，就是原来我根本就没注意这个人，根本没有假设过这个人在我生活当中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他一直对我很好，可能一下把我唤醒了，就是那个蓦然回首的感觉。哦，这里还有个人，我接下来我可能去看看他，那我对他充满期待。这样的感动激发你的可能就是好奇心。那这个就很有可能会走向快乐的。但还有一种感动，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感动不能走向爱情，其实是另外一种感动。那个是被动的接受。那个可能激发你的是什么心情呢？比如说有点自责啊，甚至有点自卑啊，就是哎呀我不够好，你看有个人喜欢我就算了，我就这样吧。甚至很有可能就是说你体验到的只是个同情，对，可怜对方。但是我觉得苏苏可能是第一种。带一点心动的感觉，唤醒，对，唤醒，对，它是一个发现。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是真的是因为感动然后变成心动，那我觉得最初的感动也是会有一丢丢的心动，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对，如果是纯粹的感动，是不会过渡到心动的。对。其实这个是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只是感动的话，那就像精神扶贫一样的。对。其实这个只有感动你是走不下去的，因为它不通向快乐，也不通向幸福。对。我反正觉得最后苏苏在雪地里面跟王震走的那个笑，我觉得是一种解脱，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步迈出去了。是的。我的松弛感，我们不管面对王震还是面对于静阳，我都有更愉悦了，对，更有松弛感去处理我们的关系。我们就冒着被打脸的风险。期待，特别好啊！我们已经期待了1季了，终于到现在看到了苏苏的这个成长。下次我们终于可以不贴网站了。是的，太棒了，减少了一个干扰项，鼓掌。我会对他一个是比较感兴趣，但我觉得是从他的表面之下有很多故事是在发生的，就想多了解。Sparks fly into the night, flashing like a neon light. Hello， 我是 Pam。我的故事可能有点长，你准备好好听我的故事了吗？我的故事要从18岁开始说起。18岁的我，放弃了我的学业。小时候的我，可能受原生家庭的影响，父母忙于工作，我似乎没感受过太多来自于家庭的温暖。直到18岁，高中毕业后，我来到了加拿大求学。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遇到了那个温暖的他。他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宠爱。在懵懂的年纪，和在异地求学的我，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坚定地选择了彼此，他以结婚为前提与我交往，让当时的我觉得，婚姻或许是我最好的归宿。20岁的我，选择了放弃事业。求学的第2年，他向我求婚了。
他向我许下一生的承诺，我心甘情愿地为他离开了学校，照顾他的生活，陪伴他创业。渐渐的，他成为我生活的全部。那时候的我觉得，陪伴他奋斗，那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啊。也许偶尔我也想过，要找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可每当看到他辛苦奔波，回到家疲倦的状态，照顾好他的这份责任感，我又再一次打消了为自己的念头。或许再炙热的爱情，也抵挡不过现实的残酷。我们开启了一段很长的异地生活，分隔两地的我们没有过太多的争吵，只是很有默契的减少了与彼此分享的频率。最后因为某一些原因，我们走到人生的分岔路口。31岁的我，选择了放弃了我的婚姻。回想起来，从18岁开始，我一直都没有把自己摆在第一位。现在的我33岁了，我想为自己活一遍。或许所有的为时已晚，其实都是恰逢其时。我是 Pam， 谢谢你来听我的故事。蛮意外的，我不是看完之后，我是看的过程中我就已经很震惊了，看开头我都已经很震惊了。就我看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感觉是看我上一段婚姻中的另外那个人的故事，站在我前妻的角度再去感受这段故事，然后他的故事让我更明白的那种感受。对，就是两种叠加在一起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经历了10年的感情之后，然后无奈分开了以后的内心的感受。你好，我是王震，感谢你来倾听我的故事。我也很多年没有这样正式的去回忆一下自己的情感，那希望在你听过之后还愿意继续深入的了解我。我有一段婚姻，我跟他是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块儿，携手走过了10年的时间。我跟他一起从青春懵懂到羞涩褪去，再到30而立。我们有去一起计划过将来，也有去想象过白头偕老，但最终都很难抵过现实的脆弱。其实是我做的不够好，我在以前的感情中很难去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开心的时候我会哈哈大笑，有一些难过的情绪或其他的情绪的时候，我也会用微笑来掩饰过去。那以前我觉得什么都不讲可能是最好的宽容，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只是我逃避的一个情绪出口而已。那真正的好的情感不应该是这样处理问题。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在感情中比较迟钝的人，那在生活中也没有去经营好浪漫，也没有仪式感，工作忙的时候也没有去照顾到对方。那感情就在生活中逐渐的消磨掉，很小的事情
都会变成很大的隔阂。在当我们去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有尝试去解决，也有去沟通，也有去打开自己。但我觉得当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其实现在我觉得好的关系是需要去用心的经营和呵护，这样才不会让生活在不经意间就磨掉来之不易的宝贵的感情。这些年我有跟自己好好相处，有去觉得原来一个人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希望在遇到下一个他的时候，我会更勇敢，我可以去表达我的爱，我可以去表达我的困难和沮丧。我也希望能真正的走进对方的内心，我也希望我能真正的打开自己。这堂课我学了13年，我现在35岁，希望作为一个新生报道，一切都还来得及。情绪非常的复杂，很乱，好像就是看到自己的前半生，跟我的经历很像，从恋爱的阶段，然后到婚姻到结束，都挺像。如果以后我们真的在一起了，是不是还会有一样的情况发生？哇，真的好像，也是13年，这两个人像照镜子一样。我让你很紧张吗？还是你很紧张？我蛮紧张的。怎么说？没想到是这么类似的经历。对，我本来以为可能是轻松一些、平和一些的故事。我看起来像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就因为我感觉跟你的接触中，没有觉得是那种历经了很大、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事情之后的状态，感觉是很放松的状态。对，没感觉是破碎感。对，像我这种。你也没有啊，我也没有想到。是吗？你还会想要进入下一段关系吗？你有过结束这一段感情之后不想要再触碰这一块吗？这也是他担心的呀。我其实刚结束那段感情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我觉得我可能孤独终老我也无所谓。我会觉得以前的我是已经大门关上了，但逐渐的，就我在这2、3年的过程中，我觉得现在是开放性的心态的，但确实我的10年还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事情。你有问题要问我吗？我感觉出来，就通过我们这几次的约会，你并不喜欢过多深入的交流。我们也没深入交流啊。对啊，我感觉到你很不喜欢，所以我也没有去过多的追问。那可能要聊，不要说呀，那你倒是说说呀。你会觉得遇到我，好像要再一次把你的人生的课题要再重复做一遍吗？不会啊，就是你说什么意思？就是要再经历一遍同样的事的意思吗？害怕重蹈覆辙。应该不会吧？
因为状态很相似。如果听完你的故事的时候，我会想，我的前夫跟你的状态，你可以说很像。就对方也是因为工作很忙，几乎很少时间相处跟见面。所以渐行渐远。我以前我爱人的方式就是不想把我全部最好的都给你，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听从对方的想法去行动，比较唯唯诺诺一点。但那不是我，那是因为我想要配合别人，我不喜欢让别人失望或难过、不开心，所以我会委屈我自己。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我会更在乎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所以你看到现在状态的我是调试过后的，调整过后的。我希望着未来的下一段感情，对方是可以接受我就是我，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妥协。我理解。我其实看到你，就你牺牲了很多的嘛，还是对吧？就我一直主导的亲密关系是，我会鼓励对方去做自己。我会很鼓励他去选择自己想要去做的事，哪怕这个事情完全跟他之前所有的这种知识体系和知识背景都完全不相关。然后你已经在这10年的过程中，你有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也是在这10年的过程中，在学习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有之前检查错的题是哪些？我有在想，如果再做这道题的话，我会怎么做？挺好的。我觉得我对未来的计划是，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跟我同频的人，然后去做一起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去判断我们适不适合再往下个阶段迈入，因为我还是会希望有一个完整的、美好的婚姻。我不谈小情小爱。但没有也没有关系，这是我希望的。我不知道你对这一块是不是还有憧憬？我之前觉得憧憬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小的，对。那如果是有大家都觉得比较合适的，我觉得还愿意开放式的去大家去相处看一看。我希望的是这种进入到一段关系，它可以时间久一点。就这几天的相处，我会觉得你让我感觉有一点模糊，所以我想问你，你有喜欢我吗？当然。我内心有说，我说你是我喜欢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要多相处，我们可以再去看下个阶段是怎么样子。可能就要看中间的努力了。那取决于你多努力。我感觉你好像还好，但是如果是我想要，我就会去努力。乔薇太棒了啊！他也给他提了要求跟希望。我理解啊。我理解啊。你再给我这个死样子，烦我。最后还是要打闹一下，真的。不是我很愿意去尝试啊，
而且我觉得我如果去开始尝试的话，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尝试，但是我只是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谁知道呢？阿凡达。其实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感情的进展的节奏的预期应该是也比较相像的。还需要再深入交流也好，还是说去互相去了解对方的生活啊，或者是一些对未来的计划啊。我不希望就是你很快在一起，很快分开这种。就我想说，一定是全心全意的喜欢，然后互相都是双向奔赴，然后很确定未来可以在一起很久，才去迈入到这段婚姻。聊得挺好的，我想问的问题都有得到答复。就以前我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点点打擦边球，让他挺直接的。我是觉得我没什么问题啦。我在想想。哎，我喜欢死他们了，我是真好。这一对真的是好踏实，主要是巧薇真的很棒，巧薇很踏实。行，走吧。我们要牵手走出门外哦。哇，要牵手走出门外。我一开始觉得我是小屋里面唯一的有过婚姻经历，因为其实我是会有一点点担心的。你一定会有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我不会，这就是我呀。太棒了，太棒了！这真的应该鼓掌，发自内心的鼓掌。那你们鼓掌各自的理由是不是都不太一样？我们展开来讲一讲吧。他18岁，他学都不上了，为了他照顾这个男人，让这个男人去创业，全部牺牲自己，我就觉得我心疼他呀，我觉得不值得呀，不是不值得。这个值不值得是由当事人自己去判断，我就是觉得心疼他，学业都退出了，那作为女生的角度，我肯定心疼他。我觉得甜甜说的不值得是那种他其实是放弃了自己，对，放弃了自我，他并不是说我想这样做。对，他俩刚才我看的特别感动，但是我就觉得我特别想让王震再多说一点能够更笃定的话。当然了，可能在没有那么深入的时候，男生也不要把话说那么满。但是如果是我很期待你在这么脆弱的时候，如果你也喜欢对方，那你还是要再说一些笃定的话嘛。但你别忘了，王震也经历了10年的婚姻啊，对他自己也不敢说了。对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作为我们旁观者很着急啊，快！对，特着急。对，我特理解你，急死了。对，但是作为当事人，话不会说那么满，我觉得挺好的。怪不得一直能在王震的身上感觉到一种欲言又止。就是他其实很喜欢巧薇，可是你在那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总感觉有一层朦朦胧胧的东西。对。看完这个我就非常理解了，因为他也有一段这么长的婚姻，对他来说应该伤害也不小的。但我有一个自己特好奇的，想问你们一下，就是当王震看到巧薇的这段经历跟他的前妻如此相似的时候，你觉得他心里面在面对巧薇会不会紧张吗？或者我觉得不好说哎。我觉得不会，是为什么？因为我刚刚一直特别感动的一个点就在于说，我觉得他们之前的这段经历，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半熟的魅力啊。你用这种青春的代价去让你明白了你真正想要做什么样的人，真正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而又在半熟，一切都还来得及。就像王震说的，35岁新生报道，对吧？陈烨也是听到这一句的时候特别有感受。我鼓掌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2个非常非常优秀、勇敢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他们2个人说的所有的经历全部都是一样的。首先第一个，他们2个面对也许在他感觉上来感受不那么好的过去，他们都坦然的面对。第二个是，他们都期待和希望自己改变，
我戳我泪点的是那新生报道4个字。对，35岁新生报道，那10几年的感情，他在以一个新人的身份在说我新生报道的时候，这是2个人对于爱的一种虔诚。你想13年乘以365天，那么多日日夜夜，可能又回到了原点，但是我愿意以新生的姿态再重新学着爱一个人。你想想，这个心态是对爱多么虔诚的一种表达。我愿意从头重新的好好的进步的学着爱你。所以这是第2点，他们都愿意改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3个是他们都期待未来有完整的婚姻，就是他们是非常聪明、健康、自信、优秀的、值得学习的人。茫茫人海当中，把这样的2个人凑在了一起。对，是的。我们看了巧薇和王震以后啊，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今天是个女性小课堂啊。我觉得对，对吧？哎，真是，我还没反应过来。刚才说咱们节目把他们俩放一起了啊，就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对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得扶上马，再送一程啊，好，对吧？哎，就是还要告诉他们回答巧薇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还会重蹈覆辙嘛，那我们就需要看一个都想走下去的婚姻，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了？其实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才很有感触讲到的一点，就是女性的自我啊。其实，在婚姻当中有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婚姻关系必须是平等的。是的，是的。我们会看到巧薇也好，或者我们没有直接听到王震的太太的故事，但是我觉得2个故事大概都在重复一个非常古老的女性的人生剧本。他给女性给了3个关键词，这3个关键词我们今天还是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温顺，乖巧，是解语花，是，这都是3个非常非常好的品质。我有一个这样的妻子，我的婚姻怎么会走向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呢？对。其实如果我们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3个美好的词会变。它温顺变成什么呢？就是女方温顺，它会单方面的降低家庭矛盾发生的几率。那就让女性去压抑自己的情绪。我变得很温顺，然后乖巧。乖巧是什么呀？它这个里面的古老的设定更可怕。女性是不配拥有自己的情绪的。你像温度计一样，你要在两性关系当中，你要顺着对方的情绪来调整自己的情绪。解语花也是这么美的一个词，但背后你会看到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女性在家庭当中要负责单方面的为家庭成员提供情绪劳动啊，我安抚别人，我为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我的情绪如何是不重要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是女性不能承受的。在古代社会她可以承受，现代社会你像这个王震的太太或者是巧薇，他们努力去做。其实你是符合这个剧本的完美人设，而你离你自己呢就会越来越远，那你最后一定会很痛，你这条路就走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巧薇和王震，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我觉得王震要鼓励巧薇去做自己，他是这样的人，对，所以我们就有信心，特别好。老师，我能补充一个吗？我觉得。在婚姻当中，我觉得女性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工作，或者是一个可以持续培养的一个爱好。我觉得这是在婚姻中保持独立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自我建设，对你必须得有一个你安身立命的这个东西。对，而且我一直会觉得说，就是我不想一定要分，就是结了婚怎么讲，没结婚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其实婚前婚后是一样的，你就一样的去看待，你才会调整好这个心态。对，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一对身上给到我们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是经历了波折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心怀相信的去追寻一段是属于自己的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太希望它好了，就希望2个人不光是话说的漂亮，真正相处的时候也要做得漂亮。是的。对，我们也期待一下他们后续的相处。当然，小屋里面还有其他人的冰封故事要一一揭晓，我们继续往下看。看谁的呀？我是坚定的选择了看大梦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我是跟他有一个 connection 的，所以我就是更加想了解他，就是更加想跟他多沟通。
我想给你介绍2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个是我的外婆，一个是我的妈妈。虽然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有缺少很多很多的爱，因为我的外婆和我的妈妈，他们都给了我更加多的爱。那个时候的我拥有着家人对我的关心，然后平稳的工作，还有一段火热的恋情。我本来以为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这么正常的走下去，但是跟上一任断崖式的分手打破了这种平静。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落，难过了很久。我也心疼她以前跟男朋友分手的故事，我是担心她没能走出来，就是停留在这个以前的一段感情上，不是那么容易相信别人的一个人。我是希望我的出现可以改变她的看法，给她一种安全感。他们2个肯定是双向。对，我从 Kevin 那里就是感受得到，他是非常坚定的选择我的。当然，我想也没想就选的是他。在你面前，这张画是我亲手画的，它是我脑海里关于爱情最好的样子。不知道经过这几天短暂的接触，你会怎么定义我？慢热、高冷，还是傻傻的？应该是傻傻的，现在就傻傻的。可能我看起来不像一个41岁的中年男人，不过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也是我身边的人对我最多的评价。但你要是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我的话，你就会发现，我虽然慢热，但是我一定是最保暖的那个。哟，这句话说得好好。回忆我成长之路，高中离开家去外国读书，我也经历过很多的孤独的日子。偷偷告诉你，我刚去的时候，就因为想念我的家人，躲在被子里哭鼻子。我也明白到，无论在哪儿，有爱的人陪伴是多么的重要。现在，作为一个41岁的男人，我有过一段婚姻，从恋爱到结婚有10年的感情。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给到了工作，常常聚少离多，感情变淡，最终选择和平分开。这张画我是用素描的方式去画的，在美术世界里，素描最能打动人心，就是因为它很写实。就像现在，我愿意打开我内心最真实的自己，把这事告诉你。我也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和我一起描绘上属于我们的幸福色彩。所以，那个人会是你吗？10年，对一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段关系。那他以前经历过一些什么？他现在是真的走出来了吗？他是这个担心。你看完了吗？完了。是的。那你没有想问我的吗？
不知道怎么问。发现没有，他有一些微表情，他有点担心。我能想到就是关于你可能就是最复杂的情况，可能就是你因为你已经41岁了，我觉得你可能会有过一段婚姻，或者是有小孩了，然后离婚了，就是我能想到是有这个假设性在的，对啊。我是有过一段婚姻的，但是我没有小孩。然后以前就是我放太多时间在工作上，然后就跟他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就是越来越就是我们就选择了离婚。所以你的话是对未来的憧憬吗？还是对以前美好的回忆呢？这是他最关心的。我是希望我未来是可以跟一个我很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我可以照顾他，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一段感情，有机会的话有自己的家庭，可能可以有小孩子，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我也要跟你说过，就是这一年是很不同的一年，就是改变了我所有的看法。我就是不想工作就成为了我所有的东西，我不想跟以前一样。所以你是不会介意别人有过婚姻的是吗？我就不知道。就是会牵扯到很多东西，我就觉得可能会有点复杂。可以理解他，因为10年实在真的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吧。我觉得应该一步一步来的，他也需要一些时间去相信我。所以你有什么事情感觉你可以告诉我，也是会听你的。不要有压力，就是我们开心就可以了。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顾虑。我看到那个故事之后，我觉得我也需要一段消化的时间。所以其实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问他什么。确实得要个消化的过程。去休息吧。There's a boy who reads my mind. A love so dark. 我好害怕。有问题就解决呗。你跟离过婚的男人谈过恋爱？就这事儿啊？就这事儿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复杂，我现在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我觉得我是能接受他的故事的，就是所有的问题，其实他都有解决的办法，只是看你想不想去解决它，你们2个人走的方向是不是一致的。我觉得我们对彼此都是有好感的。我觉得跟你一起真的很开心，我就笑得特别多。真的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我也没有想到。
我们俩真的在一起了，最大的阻力应该就是，毕竟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吧。那异地恋这种东西，就是很考验一个人的心智的。要双方足够的坚定，我们才能一直走下去，也需要我们性格上的互补，还有我们对彼此的信任。这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吧。你看，毕竟他跟那个巧薇跟王震那一对还不太一样。一个经历过，一个没有经历过，其实会多想一些，非常正常，可以理解。对，很正常。不需要那么多人听到我的故事，了解我的内心。我觉得这个玩笑开得不是很好，对不起。至少他可以听懂。我也真心的祝福可以找到这个人，跟我结束关系。我对婚姻也有自己的期待。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我想尽早的跟你就讲开吧。没有办法，就是除了爱情还有家庭。好现实啊，这个问题。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会考虑一些现实的因素。明白。我估计老马是走了。太难受了。奖励一个棒棒糖。哎呀，你要不要这么甜啊？你知道抓拍是怎么拍吗？抓拍是这样拍。一会儿要回我家去见我爸妈。哇哦！我要脱鞋了。我告诉大家把口罩戴起来。不可以这样对我。我这次可能会去意大利，然后去完这些地方，我可能会去香港。没去过小屋是吧？这样看我好像是猴子。能不能不要重复这句话了？救命！我发现我理解不了。你理解不了？我理解不了。我这要击个掌。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爱情观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内容合作平台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扎克新闻、Keep。VIP 用户周二、周三19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SVIP 用户可额外抢先7小时观看。正片免费1周后回锁会员专享。周四真人秀加更，周五陪你看半熟，甜蜜不间断。